她是古埃及法老的后宫静雯安苏娜，却整日在宫殿和大祭司勾勾搭搭。时隔多年，他们的奸情终于被法老发现。在法老准备处死大祭司的时候，安苏娜从背后偷袭杀死了法老。国王的禁卫军很快就来到了现场，为了掩护大祭司逃走，安苏娜选择了自尽。她知道大祭司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复活自己。大祭司不惜触犯天条，潜入历代法老陵墓，偷走了圣器亡灵圣经，祭出了失传已久的招魂法术。大祭司念起了圣经上生涩的咒语，祭坛前方的血池里开始涌动，凝聚出一个魂魄，缓缓飘荡出来，直奔祭坛的方向飞了过去。在咒语的指引下，慢慢的融合进了安苏娜的身体。随着魂魄的融入，安苏娜睁开了眼睛。就在仪式要大功告成的时候，法老的侍卫们追到了这里，招魂仪式也因此被打乱了。还没来得及融合完毕的魂魄灰飞烟灭。大祭司手下的少林寺18铜人也被制成了木乃伊，他本人被判处虫噬之刑。这是古埃及最残忍、最恶毒的咒语，因为太过恐怖，所以还从未实施过。大祭司在被割掉舌头后，浑身缠满裹尸布的他被牢牢地绑了起来，饶是他一身的本领也被吓得浑身颤抖。接着他就被放进一具石棺中，一个戴着哈士奇面具的男子把满满一罐子虫子倒进了石棺里，虫子快速地爬满了大祭司的全身。被割了舌头的他发出了一阵凄厉的惨叫声，石棺就被侍卫们牢牢地封死了。被施以虫噬的灵魂将永远被禁锢于石棺中。为了防止他冲破封印祸害人间，法老下令把石棺深埋地下，并用一只巨大的哈士奇雕像将其镇压。时光荏苒，岁月如歌。33000年后的一天，一个男人找到了自己在图书馆上班的妹妹，他拿出了一个神秘的盒子。妹妹伊芙认出了这东西来自法老陵墓，急忙拉着哥哥找到了盒子的主人瑞克。瑞克告诉他，盒子正是来自亡灵之城。为了研究传说中亡灵之城的真相，伊芙在酋长手里救下差点被绞死的瑞克。瑞克决定带着他一起去寻找亡灵之城。他们买了几匹骆驼，从汉路出发了，历经千辛万苦，穿过茫茫的沙漠，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亡灵之城。众人发疯一样向着城堡的方向奔去，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哈士奇雕像。伊芙利用太阳的反光找到了入口，终于走进了这座尘封几万年的地下之城。找到哈士奇双脚站立的位置，他们的对手也同时找到了这里。双方决定一起分享这里的一切。伊芙运用自己的考古知识分析入口，另一群人也在抓紧搜索入口。他们用蛮力撬开了墙上的石头，一股毒气从里面冒了出来。几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了溃烂。一个光头幸运地找到了几个蓝金甲虫。他用刀把甲虫撬了下来，放进包里。一个甲虫掉在了地上，不一会就动了起来，从里面钻出一个黑色的圣甲虫。他用锋利的嘴巴咬破光头的靴子，钻了进去。光头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他不顾一切地扯开了上衣。甲虫不知道从哪里钻进了他的身体。瑞克和伊芙找到了一具石棺，从石棺凹槽的形状判断出，他们手里的盒子正是钥匙。正在此时，光头冲了过来，神态狰狞，表情痛苦地从他们身边跑过去，一头撞在了墙上，把3个人吓得一大跳。不一会的功夫，已经有好几个人丧命于此，更何况这里还封印着一个终极大 BOSS。2个男人用力打开了一具石棺，一个木乃伊光就弹了出来，着实把3人吓了一大跳。诡异的是，死了几千年居然如此新鲜水利。看着棺盖上密密麻麻的抓痕，可以感受到他死前的痛苦和挣扎。伊芙无意中读出了亡灵圣经上的咒语，咒语穿破黑夜，直达木乃伊所在之处。一片黑云向着这边扑来，无数只蝗虫密密麻麻地飞了过来，数量之多属实把大家吓坏了，只能拼命地躲进了法老陵墓里。被释放出来的大祭司已经复活，他挖掉了一名寻宝人的眼睛和舌头，恢复了视力和说话的能力。瑞克3人在墓道里遭遇了圣甲虫喷泉，深知这种生物可怕的他们掉头就跑，成千上万的圣甲虫紧随其后，他们的动作奇快无比，3个人连滚带爬才逃过一劫。圣甲虫浩浩荡荡地沿着石板霍霍别人去了。一个倒霉的阿拉伯王子摔了一跤，跟在后面的圣甲虫赶紧跑过去问候。等他们散去的时候，阿拉伯王子就变成埃及木乃伊了。伊芙不小心掉进了一个石缝，一转身正好和大祭司来了个脸对脸。正是伊芙的咒语唤醒了沉睡的他。刚清醒的大祭司意识还有点模糊，他把伊芙当做了自己的女友安苏娜。危急关头，瑞克持枪赶了过来，大祭司很是生气，他张开大嘴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瑞克二话不说就对着他放了一枪，但是子弹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墓室里的人都趁机逃了出去，却把一个倒霉蛋遗忘在了里面。更倒霉的是，他遇到了大祭司，他拿出了身上的许多护身符，希望能得到各路神仙的庇佑。然而大祭司根本不为所动，直到他说出了古代埃及语，大祭司心念一动，决定把他收为小马仔，并给了他许多黄金作为奖励。逃回地面的众人以为可以放心了，没想到大祭司居然追了出来。天空突然下起了火雨，一团团火焰毫无征兆地落在了街道上，烧死了很多无辜的路人。很多建筑物在火雨的攻击下倒塌。瑞克带着伊芙躲进了一座房子，却看到沙发上躺着一个人干，以及正在欣赏自己身体的大祭司。和上次相比，他的身体变得更完整了，很显然是吸收了这个人干的血肉和精华。瑞克下意识地举枪射击，毫无疑问这并没什么用。大祭司一把将瑞克推了出去，转身看向了伊芙。正当他有下一步举动的时候，一只大花猫出现了。大祭司一脸的惊恐，一个旋转化成了漫天的黄沙，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眼看大祭司恢复的越来越快，离他完全复活的日子不远了。万一他彻底复活成功，整个世界就将陷入一片黑暗，所有的人都会成为他的祭品。一个黑袍人出现在街道，面前躺着一具被他吸干的尸体。他拿起尸体手里的一瓶饮料，缓缓转过头来，这正是复活了的大祭司。他张开夸张的大嘴，成千上万只绿头苍蝇飞了出来，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向着人群而去。一瞬间，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大祭司淡定地穿过了人群，来到了另一个寻宝人的房间，很快吸干了这个人的精血，离他彻底复活还剩最后一步了。他也满意地吃了一个小零食。隔壁房间的衣服还在呼呼大睡，却不知锁孔里流进了细细的黄沙，不一会就流了一大堆。正是大祭司来了，他轻轻坐在了衣服的床前，对着他娇嫩的嘴唇就亲了下去，大概是实在太美味了，他越来越用力，惊醒了熟睡中的衣服。说到这里，先暂停一下。如果有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得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里面的女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瑞克踹门而入。Get your ugly face off her! 好事被人打断，大祭司气的脸都变了形。正是大祭司最恐惧的小猫咪，他被吓得腿脚发软不住的后退，最终化作黄沙逃之夭夭。不甘心失败的大祭司控制了全城的百姓，包围了几个人所在的博物馆。他们在大祭司的指挥下，犹如行尸走肉一样的向前进。瑞克几个人的目标是找到太阳圣经。大祭司发现了要逃走的几个，一声长啸，百姓们就朝着他们扑了过来。面对层层的阻拦，他们好不容易才冲了出去，但是敌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最终被包围在了市场的角落。大祭司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进来，他的身体也彻底恢复了。下一个目标是用伊芙复活自己的女朋友。为了掩护他们离开，伊芙决定牺牲自己，主动站了出来。大祭司带走了他，瑞克带着大家从下水道逃走。大祭司把伊芙带回了亡灵之城，瑞克坐着飞机追了上来。大祭司发动魔法，无数黄沙从地面升起，不一会的功夫就在天空形成一堵墙，如潮水般的向着飞机扑来。漫天的黄沙化作一张巨大的人脸，正是大祭司的模样。大祭司邪魅一笑，瑞克架起机枪就朝着大脸射去，只把他打出一个个的沙坑。大祭司张开了血盆大口，黄沙化作的人脸做着相同的动作，越来越大，一口把飞机吞了下去。飞机在黄沙里不停地翻滚，为了救瑞克，伊芙一咬牙，忍着恶心朝着大祭司的嘴就亲了上去。果然黄沙渐渐散去，飞机摇摇摆摆地坠到了沙丘上。大祭司把伊芙带进了法老的陵墓，他随手抓起一把黄沙，轻轻地用力一吹，对面墙上刻的两个人居然活了过来。他们挣扎地从墙上爬了出来，慢慢走向了大祭司。男人抬手一枪，就让这个尘封了数千年的埃及法老陵墓重见天日。眼前的一幕闪瞎了他们的狗眼，这里堆放着数以万吨的黄金和珠宝。他们慢慢地走进了这个装满黄金的墓室，商量着如何把这些黄金都带走。突然背后传来声响，一个木乃伊慢慢地从土里爬了出来，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一大群木乃伊破土而出，三个人掏枪就射，木乃伊在枪声中纷纷倒下。你以为少林寺18铜人转化的木乃伊就这么弱鸡吗？很显然不是，他们很快又都爬了起来，颤颤巍巍地继续向着几个人追来。他们只能边开枪边往后退，执着的木乃伊们紧追不舍。瑞克点燃一枚炸药，扔进了墓穴里，把墓道里的木乃伊炸得东倒西歪。伊芙也在此时醒了过来，一只米老鼠在他身上爬来爬去，吓得他花容失色。更恐怖的是，他的身旁居然还睡着一个木乃伊。更恐怖的是，还有一大群木乃伊向他走来，跪在地上对着他一顿猛磕。大祭司抱着圣经走了过来，接下来他又要开始做法了。他想用伊芙的身体做容器，复活自己已经变成木乃伊的女友。大祭司念起了圣经上的咒语。木乃伊浑身抽搐，慢慢的苏醒了。他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衣服，好像是对这一副身体很是满意。正在此时，哥哥抱着太阳圣经冲了进来，法术再一次被打断。大祭司一脸无语，只能放下手里的匕首，朝着哥哥的方向追了过去。瑞克悄悄地拿了一把剑，一剑砍断了衣服的镣铐。跪在地上护法的木乃伊都围了上来，他们打算阻止瑞克的举动。瑞克拿着大剑把一个木乃伊斩成了好几截，一拳就把另一个木乃伊打得爱的魔力转圈圈。好不容易才驱散了这一群木乃伊，还没来得及在心爱的女人面前摆个 pose， 就被一个只剩半截身体的木乃伊拽住了双腿。瑞克已经够不到掉在地上的武器了，后面又来了一个木乃伊锁住了他的脖子。正在瑞克进退两难之际，第三个木乃伊捧着一块石碑向他走来。生死之际，一只顽强的手爬了过来，看样子是想抓地上的那把剑。石碑男也离瑞克越来越近了，他高高的举起了手里的石碑，刚好此时断手也摸到了剑柄。瑞克抓起断手，一剑就砍断了石碑男的双腿。石碑男不堪重负倒了下去。哥哥也在此时读出了太阳圣经上的咒语。一队全副武装的守灵侍卫迈着整整齐齐的步伐走了出来，他们走到众人面前，接着阵型一变，摆出了一个进攻的阵势。瑞克以为他们是来帮助自己的，没想到哥哥却不认识后面的咒语。大祭司一见有机可乘，守灵侍卫立马朝着瑞克扑了过来。
瑞克掉头就跑，3个侍卫朝着他追了上去，伊芙也被女木乃伊逼到了墙角。瑞克还没来得及逃远，就被几个守灵侍卫逼退了回来。追上来的侍卫们越来越多，他们的身手奇快，不一会又把瑞克堵住了。迫不得已，他只能一个人咬牙独自面对一群侍卫，很快就因为寡不敌众被打倒在地。就在他要被几个侍卫囊死的时候，哥哥终于读出了接下来的咒语。当时那几把剑离他的咽喉也只有0.001公分。听到咒语的侍卫们收起了武器，又整齐地排成一列，朝着安苏娜的方向去了。倒霉的安苏娜已经死了第3次了，大祭司几千年的愿望彻底落空，一把薅住了哥哥的脖子，把他提了起来。瑞克一剑砍断了他的手铡子。大祭司转过身来，一看自己左手腕上的劳力士手表不见了，气得抓起瑞克就扔了出去。伊芙和哥哥打开了太阳圣经，瑞克已经快被大祭司折磨得不成人形了。他张开血盆大口，正准备对瑞克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几辆马车从外面冲了进来，把大祭司的魂魄带走了。大祭司朝着瑞克扑了过来，瑞克一剑就囊死了他。大祭司捂着自己的伤口，一失足掉进了祭坛的血池。这个男人就要死了，他看向了身旁的一只毒蝎子，一把抓起来就塞进了嘴里。下一秒，奇迹发生了，本来荒凉的沙漠长出了一片青青草原。原来男人是好莱坞著名的魔蝎大帝，他企图率领大军征服全世界，在攻打底比斯城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战争整整持续了7年。魔蝎大帝最终兵败逃到了沙漠里，身边的士兵一个接一个的倒下，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绝望的魔蝎大帝向死神阿努比斯立誓，只要能让他东山再起，他愿意献祭自己的灵魂。阿努比斯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派出了死亡大军助他一臂之力。死亡大军如潮水般的涌入了底比斯城，守军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最终魔蝎大帝如愿攻陷了底比斯城，阿努比斯也如约收走了他的灵魂，大军也随之化作黄沙消散不见，等待着时机重返人间。5000年以后，欧康纳带着伊芙来到了这个消失的城市，在地下宫殿里发现了魔蝎大帝遗留的手镯，没想到引发了地震和洪水，汹涌的尼罗河水涌入了地下宫殿，2个人差点没被淹死，幸亏他们调皮捣蛋的儿子无意中碰倒了宫殿里的石柱，石柱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倒下，最终打破了宫殿的墙壁，救了自己的父母。一群盗墓贼找到了亡灵黑金和太阳晶晶，突然地面传来了一阵震动，无数沙石从地底快速的涌起，一群圣甲虫从地底爬了出来，围观的群众一哄而散，圣甲虫的数量越来越多，爬满了没来得及跑出去的人身上，即使侥幸逃出去的人也被圣甲虫钻进了身体里。领头的盗墓贼好像早有准备，他们用喷火枪对付这些圣甲虫，一顿疯狂的喷射后，圣甲虫被一个不留的都消灭了。盗墓贼们最终也找到了他们这次的目标，传说中大祭司伊莫顿的肉身，下一步就是要找到魔蝎大帝的手镯，而手镯已经被欧康纳带到了伦敦。盗墓贼闯进了他的家里，不但抢走了装着手镯的箱子，还顺便抢走了欧康纳的老婆伊芙。他们把伊芙带进了博物馆，摆出了一个远古祭坛，馆长念起了黑经上的咒语，伊莫顿在咒语中被唤醒了。一个长相酷似安苏娜的女人走过来，她告诉伊莫顿自己是安苏娜的转世。伊莫顿决定从地府召回她的魂魄，让她成为真正的安苏娜。盗墓贼打开了箱子，才发现手镯并不在箱子里。愤怒的伊莫顿打算烧死伊芙，好在欧康纳及时赶到，把伊芙救了出来。守灵人点燃了仓库里的甲醛，博物馆燃烧起了熊熊大火。伊莫顿摸出了一个烟菜罐子，嘴里念着不知名的咒语，罐子里面几道黄沙如旋风般的出现，化作了几个守灵侍卫。欧康纳几人在大火的掩护下逃出了博物馆，坐上了一辆双层巴士。守灵侍卫冲破墙壁追了出来，瑞克不得不举枪射向他们，然而他们的身体早已刀枪不入，中枪后的侍卫只是一个趔趄，爬起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追来。他们嫌地面无法施展技能，沿着墙面施展了祖传的跑酷技能，果然爬上墙的侍卫比在地上跑得更快。一个侍卫率先钻进了汽车，幸亏守灵人一顿猛烈的射击，才把他从车上打了下来。即使只剩下半截身体，但是这个身残志坚的守卫还是艰难地爬上了汽车。失去下半身的他看上去更灵活了，他犹如一个双杠运动员一样，在车里对着守灵人发动了攻击。守灵人被半截侍卫打得狼狈不堪，幸亏伊芙捡起枪几枪爆了他的头。另一个侍卫撕开车顶爬了进来，他一把抓住欧康纳就提了起来，上上下下一顿猛抛，最后用力卡住他的脖子，就要将他置于死地。关键时刻，汽车通过了一个桥洞，整个顶棚都被削掉了半截，那个倒霉的侍卫也被糊在了桥洞上。正在几人庆祝胜利的时候，儿子被偷偷跟上来的盗墓贼抢走了。女人把几个男人带进房间。 No tricks now, woman. We're not giving up this chest till we're satisfied. Oh, don't worry. There's much satisfaction to be had. 一股烟雾从房间内缓缓升起，女人快速溜了出去，并关上了房门。 What's going on? This place is cursed. What is it with you and curses? You ain't happy with that good curse. 正在几个人惴惴不安的时候，一个身影快速地扑了过来。一个男人吓得急忙对着他开枪，中了枪的木乃伊咧嘴一笑，好像很享受被子弹射中的感觉。You wanted to open the chest. 受男人不顾同伴的劝阻，打开了箱子，木乃伊也消失不见了。3个人小心地寻找着他的踪迹。 Where'd he go? 原来木乃伊已经爬上了天花板，在绕着瘦男人转了几圈后，张开大嘴把他吸食得干干净净。
目睹这一切的另外2人几乎崩溃了，只能疯狂地对着他开枪射击。吸食了人类精华的木乃伊已经变了模样。等女人再次打开房门的时候，木乃伊已经恢复了正常人模样，地上只剩下几具被他吸干的尸体。这具木乃伊正是复活了的伊莫顿，他们带着欧康纳的儿子一起赶往阿谢姆，准备去复活沉睡多年的魔蝎大帝。儿子趁上厕所的功夫从马桶里钻了出去，恢复了法力的伊莫顿轻而易举就抓住了他。机智的儿子一路给父母留下了记号，但最终还是被他们发现了。伊莫顿站在湖的中央，双手向上一举，湖水瞬间向上腾起，形成了一片高大的水墙。伊莫顿双手向前一挥，水墙听话地向前涌动，向着远处汹涌而去。欧康纳和伊芙正坐着飞艇小心地前进，湖水从后面奔腾而来。等大家回头看的时候，洪水已经铺天盖地地冲了过来，一张由洪水组成的面孔出现了，他盯着面前的飞艇，张开了大嘴巴。欧康纳急忙指挥着飞艇紧急避让，飞艇马力全开，飞速地在悬崖之间穿梭，洪水化作的伊莫顿的大脑袋紧随其后。最终飞艇甩开了大脑袋的追踪，众人才捡回了自己的性命。但是危险远远还没有结束，洪水又追了上来，飞艇只能开足马力向前逃去，但是由于燃料用尽，飞艇最终失去了动力，被伊莫顿的魔法追上。好在有着主角光环的护体，几个人都没有摔死，只能步行前往阿谢姆。他们遭遇到了伊莫顿的手下红袍人，一番苦战后，他们终于在太阳升起之前跑进了金字塔。与此同时，伊莫顿带着安苏娜也赶到了这里。安苏娜偷袭了伊芙，他们率先走进了金字塔里。刚进大门，伊莫顿就被收走了全部法力。馆长带着手镯也走了进来，不愧是魔蝎大帝的手镯，连成熟体的噬金虫都对他退避三舍。馆长找到了一尊魔蝎大帝的雕塑，他把带着手镯的手伸了进去，一阵摸索后，雕像变成了金色，紧接着金色向着四周扩散开去，直到整个金字塔都变成了金灿灿的。一个巨大的阴影从金字塔上升起，向外扩散开去，不一会就覆盖了整个沙漠。接着地面的阴影一点点的隆起，化作了一个个的死神战士。守灵人带着守灵大军早已等候多时，刚刚复苏的死神大军也已经集结完毕，漫天遍野的向着战场对面走来。领头的狗狗做出了一个手势，死神大军齐刷刷的停了下来。对面的守灵人士兵抽出了手里的武器，狗头首领发动了进攻的命令，守灵人一马当先的冲了出去。死神大军也不甘示弱，咆哮着朝着对面冲了过去。一个个狗头士兵面目狰狞，身披金甲，挥舞着手里的镰刀，很快双方就冲撞在了一起。死亡大军中看不中用，很快就被守灵人大军打得节节败退。刀砍下最后一名亡灵战士的首级后，守灵人士兵们陷入了兴奋之中。忽然，守灵人感觉到了异样的动静，发疯地穿过兴奋的人群，向着远方跑去，一直跑到高高的沙丘上。远处的天边出现了一道快速移动的黑线，密密麻麻的亡灵大军漫天遍野地扑过来。亡灵大军奔跑的速度越来越快，眼看就要把他们全部淹没。守灵人看了看身边还剩下的几十个手下，也只能无奈地举起了手里的刀。手下们看着面前无数扑过来的敌人，也只能默默地等待死亡的降临。地宫里，欧康纳和伊莫顿还在深情对视，旁边的一扇门慢慢地打开了，一个巨大的黑影从里面爬了出来，正是复活了的魔蝎大帝。二人相视一眼，不约而同地撤回了手里的兵器。魔蝎大帝注视着面前的这2个小卡拉米，嘴角露出了邪魅一笑。伊莫顿率先认怂，转身就跑。魔蝎大帝3步2步就追上了他。伊莫顿眼看无路可逃，转头就冲魔蝎大帝跪了下来。魔蝎大帝掉头就朝欧康纳冲了过去。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欧康纳能做的也只能是撒腿就跑。他跑到一座雕像面前，看到雕像身上和自己的同款纹身，这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真命天子。他急忙招呼大舅子打开长矛的机关，魔蝎大帝也在这时候追了过来。欧康纳也只能继续仓皇逃窜，眼见无路可退，他也只能随手抓起一根长矛，转身和魔蝎大帝斗了起来。大舅子也终于打开了长矛的机关，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审判长矛。大舅子扔出了手里的长矛，不料却被伊莫顿半路截胡。他掷出长矛目标直指魔蝎大帝，这次却被欧康纳抢先一步把长矛抓住。拿到长矛的欧康纳一个趔趄，眼看就要摔入血池，魔蝎大帝也在此时冲到他的面前。欧康纳奋力刺出手里的长矛扎中魔蝎大帝，自己也因此没有掉入血池。而伊莫顿如意算盘也落空了，不可一世的魔蝎大帝瞬间化作了飞灰。亡灵大军也在此刻扑向了黑衣人，在失去了魔蝎大帝的法力支持后，他们也化作了漫天的飞灰，漫天飞舞，战场瞬间就安静了下来。等黑衣人们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沙漠里什么都没有了，浓雾从地下宫殿向地面涌来，在空中凝聚成魔蝎大帝的身影，很快又不甘心地散去了。地宫也在此时开始了坍塌，伊莫顿和欧康纳都即将掉下深渊，深渊里的亡灵们抓住了他们的腿，两人也只能苦苦支撑。伊芙不顾自身危险，在欧康纳即将掉下深渊的时候抓住了他，并把他拉了上来。伊莫顿也呼唤自己的爱人前来救自己，安苏娜却头也不回地逃走了。伊莫顿眼含热泪，心灰意冷，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他松开双手，落入了无边的深渊之中。逃出去的安苏娜慌不择路，也被无数的噬金虫吞没了。欧康纳等人顺利逃出了地宫，爬上了金字塔顶端，金字塔也即将沉入地下。就在此时，小黑开着飞艇把他们救了出去，地宫也彻底沉入了沙漠，消失不见。